明朝皇帝多奇葩，这位朱由校更是。有人出生呢都是乾隆、黑马、牛马，这位皇帝呢一生都是木马，但是他又比较单纯到让人怀疑上辈子是不是个狍子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朱由校是朱常洛的长子，他老爹登基1个月之后就挂了，他16岁就登基了，成为明朝的第15位皇帝。他爹在位时间短，而他是命短，死的时候只有23岁。在神宗朱翊钧在位时，他只是想着自己玩乐，儿子读书都是被大臣逼着，更不要说孙子的学习问题了。没人和朱由校说学习的事情，他就一个劲儿的玩。后来他就喜欢上了木匠活，但当上皇帝后呢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除了木匠活什么都不知道。每次上朝的时候，皇帝拿起折子一看，虽然自己看不懂吧，但都要忍着看下去，不能让臣子们知道。其实吧，大臣都知道他们这位陛下不识字儿，但又不能说出来，万一皇帝不高兴，罢官事小，杀头事大。有次江西发生匪患，地方官员火速平定贼寇，按照工作流程是要向中央汇报一下。到了朝廷，朱由校拿到手里看了半天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愣是看错了意思。煞，写的真煞！将其中的追奔逐北看成了逐奔追彼，这样的意思就完全变了。别人是胜利了，贼寇被打败了，他看成了是官军被贼寇打败，还被劫掠了不少财物，勃然大怒，整个江西的官员全部罚俸1年。命令到了江西的时候，地方官们都懵逼了，我传上去的不是捷报吗？怎么还被罚款了？还有次扶余、琉球、暹罗派使臣来进贡宝贝，在奏章上用汉文写得密密麻麻的，交给朱由校检查有什么不对。朱由校看了半天，把奏章往地上一摔，来了句外邦小国好没道理，搞得使臣和朝堂大臣一脸懵逼。因为朱由校不识字，还闹出过不少笑话。比起他几十年不上朝的爷爷，可以说是各有千秋。毕竟他爹就在位1个月。朱由校在当上皇帝之后，也没想弥补下自己的不足，好好学习学习，至少把字儿认全吧。作为皇帝里边木匠活做得最好的一位，他可是没有那个心思。当皇帝哪有做木匠活好？他的木匠活可以说是1等1的好。他手造的漆器、床、书甲等均装饰五彩，精巧绝伦，出人意料。当时不少木匠做的床十分的笨重，要10几个人才能抬得动。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研究琢磨，亲自设计制造，用了1年的时间制造出来了一个方便携带，而且还有各种花纹，不光方便，还十分好看耐用。他还制造了很多小玩具供自己把玩。在建筑方面，他也有很高的成就。矿源杂志中写到，朱由校亲手建造了一座模仿乾清宫的小宫殿，可以说是惟妙惟肖，巧夺天工。假山、池、台、林馆的雕刻堪称当世一绝。在皇宫诸多宫殿的修缮工作上，朱由校都是亲临指导。矿源杂志中对于朱由校木匠和建筑记载的十分详尽，他可以说是木匠的天才，无师自通，自研自造。但他除了这些，其他就真的没有可以夸赞的了。朱由校还喜欢傀儡戏，他亲自做的傀儡小人也是惟妙惟肖，活灵活现。他还有不一样的性癖，对异性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反而十分宠爱宫中的一个太监，取名为高小姐。这位高小姐有次在西苑和朱由校玩耍时不慎溺亡，既然她不干皇帝的工作，那谁接手呢？那就是大太监魏忠贤了。魏忠贤在明朝所有的太监里面可以说是独一档的，此前有多位有权的太监和他比都是不能比的。他在万历年间挥刀自宫，进入宫城，和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勾搭上了。这个客氏呢，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本来魏忠贤因为不识字儿是不能进司礼监的，是因为客氏的身份打通了关系才进。魏忠贤虽然没读过书，但是记忆力贼好，为人阴狠歹毒，阿谀奉承。因为客氏是朱由校乳娘的关系，两人也是深得朱由校信任。魏忠贤每天都将天启皇帝往玩的方向引导，有大臣弹劾魏忠贤，却被魏忠贤反咬一口，差点失去性命。在天启年间成功上位，出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。作为木匠宅男的朱由校天天不理国事，大臣里边又没有很能打的臣子，作为代皇帝批红的秉笔太监魏忠贤就成了权力最大的。我到现在都没明白，这样一个人居然还有人去洗的。说不杀魏忠贤的话，明朝还能维持几年？就一句话，恶心。呸！
恶心，就是一句话，恶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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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恶心！就和李鸿章做冯补将一样，给边疆的军费是到了，真的到了士兵手里了吗？他发的军费有他每年的徒子徒孙上贡的给他的多吗？辽东都打成什么样子了，也没见他拯救什么。徒子徒孙为了给他拍马屁、歌功颂德、盖生祠，百姓一个个的敢怒不敢言，排除异己，专断国政，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，不知有皇上。要是朱由校多活几年，他自己都要收拾魏忠贤了。当然，无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，里面都是有为国家的能臣，也有为自己名声利益的小人。一边压阉党洗东林党不对，难道压东林党洗阉党就对？他自己流氓出身，中年进宫，还想靠着他拯救大明。一个掌了权的流氓能拯救明朝的话，杀了他的崇祯又是什么？皇帝不管事儿，阉党和东林党打得你死我活，各地爆发起义，百姓民不聊生。老天就看不下去了，在天启6年5月，北京王贡场一带发生了大爆炸，造成了许多百姓以及民房的损伤，不少人死于大爆炸。同时还有龙卷风将各种东西都卷到空中又落下，数万民屋被毁，不少人死于这次大灾变。朱由校躲了起来，幸免于难。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爆炸中心的树木都不是被烧毁的，没有一点焚烧的样子，不像是火药库的爆炸或者地震引起的。一时间京城人心惶惶，为了平定民心，朱由校下了罪己诏，希望得到上天宽恕。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夏天北京发大水，江北山东蝗灾旱灾；秋天江北发大水，河南蝗灾，华夏大地处处是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这是上天在警示明朝皇帝，让他好好工作，不要再瞎捣鼓他那些玩意儿了。不过我们的天启皇帝还是该玩玩该耍耍。天启7年，朱由校在魏忠贤等人的陪同下，去到京城的西苑游玩。原本好好的，突然起了一阵怪风，在小舟山荡漾的天启皇帝被掀入水，众人急忙抢救皇帝，他差点就被淹死，不过呛了不少水，落下了病根，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后来有个叫霍维华的官员说他能治皇帝的病，给皇帝呈上了一种叫做灵露饮的灵药，味道清甜可口。朱由校天天喝，但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糟，最终卧床不起。在床上将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朱由检，也就是崇祯皇帝。总的来说，朱由校和一般的昏君不一样，就是单纯的不喜欢皇帝这份工作，国家大事和他没关系，不管不问，国家政事全在魏忠贤手上。比起先代皇帝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他就不该当皇帝，应该做一辈子的藩王，好好的搞他的木匠活。在木匠活方面，他如果不是皇帝的话，肯定比现在有更大的成就。那么大家对朱由校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